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法无大小，能对机就是妙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佛法本身呢，没有固定的大小跟优劣之分呢，只要它能够对应众生的根基跟需求，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烦恼，得到法益的，那就是殊胜的妙法了。那这句话是在强调佛法的灵活性跟适应性，因为佛法本身是活泼的，是生活化的，它不是僵化的理论。那佛法的教理跟方法很多从日常生活的挑柴运水啦、行住坐卧啦、开口动舌啦、举手投足啦等等，到深奥的禅定跟智慧，通通都是属于佛法。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没有高低之分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只要能够让人从中解脱跟觉悟那这个就是妙法。那众生的根基是不整齐的那不同的众生呢，就有不同的根基嘛。那所需要的教法也是不尽相同而能够对不同的众生的需求而给予适合他的教法让他能够一听就懂这样就是对机接地气的啦。那不论教法的深浅只要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烦恼跟成就的这样就是最合适也最有用的法那这样叫做妙法一个老师在教导不同的年龄层或理解能力不同的学生的时候呢，教学方法不可能千篇一律的对年幼的学生，老师会用简单的语言或漫画啦，或图画啦甚至透过游戏来帮助他们理解道理而对于年长的学生呢，老师会用更复杂的概念跟理论来帮助他们学习那教法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透过传道授业解惑帮助学生呢破疑解惑，从中成长佛陀时代呢，有一次佛陀遇到一些孩童那知道这些小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就用简单的语言讲因果报应的故事。那对这些孩子来说呢，太深的佛理他们听不懂，但简单的故事他们很容易理解小孩子喜欢听故事那这个就可以帮他们种下未来修行的种子就好我们一些小菩萨从小让他接触佛法慢慢他就心中种下这个佛法的种子现在还没办法，慢慢将来呢这个种子开花结果了，那他就跟佛法有缘了嘛。那这个就是对机妙法了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净土法门是通过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祈求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嘛叫做易行道啦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因为生活忙碌或智慧尚未完全启发要修禅修啦或行菩萨道啦，那可能有一点困难然而念佛法门呢，只需专心诵持名号这个比较容易的所以能契合一些很特定根基的人那有一些人呢，则对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的，投入这个闻声救苦的菩萨道修行方式呢有兴趣这个因为要亲身投入嘛，要身体力行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个叫做难行道啦。那不管是易行道还是难行道只要能够帮助众生解脱觉悟解脱跟觉悟那这个就是殊胜的法门彼此没有高下之分看你的缘在哪里六祖慧能大师遇到一位僧人那这位僧人呢，专注于诵经礼佛但一直无法开悟。那慧能大师并没有教他深入经藏而只是教他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却能点破他的执着慧能大师就跟他讲：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这位僧人一听呢，马上觉悟了，用这句话跟他对齐无念就是没有分别跟执着的杂念，不被外境牵动的意思啦。无相呢，就是不执着于外相跟表象，而是专注于实相，了解它的真相啦。简单讲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无住呢，就是不迷恋于任何的事物，也不计较过去或烦恼未来而是活在当下。那这个道理呢，很容易理解。所以这位僧人呢，诵经万遍不开悟，但是听了六祖这句话呢，马上开悟这个就是什么？能对机就是妙法嘛。那在《论语》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不同弟子的回答跟教导了，都是因人而异嘛，因材施教的嘛。例如这个以前我们也提过一次子路问孔子嘛，哎呀，老师，一件事情知道了就要去做吗？孔子回答子路说：你还有父亲跟兄长在呢，怎么可以知道了就做呢？你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呐。后来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冉求的问孔子老师，一件事情知道了就要去做吗？孔子回答说：你既然知道了道理，就赶快去做要把握机会那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公西华的就很疑惑的问孔子说：老师子路跟冉求问你同一个问题，为何老师你的回答却不一样呢？一样的问题，但是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回答说：子路这个人胆大如莽所以我给他泄气不要那么急你先去回家问你的父兄的意见不让他冒冒失失的啦。那冉求这个人的个性很胆小，遇事退缩所以需要激励他积极去做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才会对机嘛。那其实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呢，他们教化众生的方式应该也是一样这样子啦。我举个例子两位资深的委员同时请示正言上人要办什么活动那上人的回答是：他可以，你不可以。同理，两个海外的据点回来请示正言上人想要办那个入经藏演义这个要很多人的这个不简单上人的回答是：你们可以，他们不可以因为回答不可以的这个据点呢，他们推述不是很积极把经藏演义就当做一个好像表演的活动那上人当然不同意那当年马来西亚在推动共斋我相信只要是慈济志工大概大家都知道用心制作大量的爱心素食便当到处去免费广结善缘希望来鼓励大家你看素食便当可以做这么好吃大家来如素。那正言上人就透过大爱台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蛮长的，上人经常在大爱台呢给予马来西亚赞叹。那台湾的慈济委员看到上人这么肯定海外的这个共斋活动，那既然上人这么认同跟赞叹呢，那作为全球慈济法源之地的台湾，大家更应该要响应起来才对于是呢，就纷纷回到花莲净寺请示上人那个时候呢，正言上人对台湾的弟子们开示说道3个字，只说3个字：看因缘看因缘。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慈济据点，各自的因缘跟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个国家可以做的活动，不代表另一个国家可以做。虽然我这样子赞叹他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跟他一样一起这样子做了同理有的国家在盖净慈堂的时候呢上人同意他们举办上梁仪式那个分会盖净慈堂的时候呢上人答应他们去举办上梁仪式后来净慈堂完工了也举办了启用典礼但是另一个国家在盖净慈堂的时候呢，也想要有
上梁仪式，反正都有权利可循的嘛，对不对？结果上人对他们这个团队说：“哎呀，有什么上梁仪式啦？时间到的时候，把梁吊上去，用心的把它放好，这样就是上梁仪式啦。意思就是说，能免就免啦。这个也是观基督教活生生的例子啊。其实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必疑惑啦，道理很清楚，就是因以方便法得度者，则现方便法而为说法。”因以真实法得度者，则现真实法而为说法。所以同一件事情因不同对象而有不同因缘，也因此用法之道也是不尽相同。我在随师过程中仔细观察证严上人度企业家的智慧。在我们来看，都是企业家嘛，大家生意都做得很大，做得很成功啊。我就举个例子。同样都在经营夜店、夜总会啦，卡拉 OK 啦，这个企业家两个啦，经营相同行业的，他们不是一起，他们是分开前后的。但因为我随师两个例子我都知道嘛，他们是分开来拜见上人的，那上人对其中一位说最好是不要做，能收掉是最好，因为各位都知道嘛，夜店里面那些年轻人都会吃摇头丸或嗑药所以上人鼓励他最好不要做。其实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本来我也要投资红砖厂，那是1996年的。我想那红砖很好赚我要投资红砖厂但是我又回来请示证严上人，上人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是破坏山林的行业，是造不善之因，最好不要做。那我回去的前一天，刚好也有一个台湾的很大的企业家。他说要去中国大陆做水泥厂上人说你们这两种行业都是破坏山林的行业，是造不善之因，最好不要做。后来他也没做，我也没做那我紧急刹车啦。你看，连砍伐森林的这种行业都叫你不要做了，那这种嗑药、吃摇头丸的这种行业，当然是鼓励你趁早收掉结果呢，这位企业家最后克服种种困难，把夜店收掉，因为他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是很多股东的嘛。最后呢，他没办法自己收，他退股。后来退股之后，好像不知道什么因缘也是收掉。然而，面对另外一位事业更庞大，比现在这个更庞大的企业家上人并没有开口鼓励他收掉因为后面的这一位呢，他的事业跟国家的党政军是关系错综复杂，上人很了解，即使你对他小以大义，授之以理以他目前的状况，他是身不由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讲了也没用，所以就没讲。然而这位企业家对上人很敬重在上人长期的谆教诲之下或者他自己耳濡目染他很清楚他所经营的这个事业呢是造业的行业，最后呢也不必上人提醒自己就结束这个行业了否则你怎么去跟人家宣扬正信的佛法呢？对不对？你一边做这个造业的行业，你怎么跟人家宣扬正信的佛法？讲出去没有说服力自己打脸不是吗？那这个就是对不同人的不同时期的用法之妙了。因为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呢，最后两个都收掉的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那在志工团体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资深的志工常常对新进志工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能做，这样不好，那样不对，都是在障碍别人、纠正别人，而不是在感恩别人、鼓励别人甚至讲话的时候声势还不好，一直直言一出口呢万一对方不高兴的话，就很可能退人道心这样就很可能留不住志工的做个老官，想个老官不卖走这个是亲近志工的理念资深就不会怕了即使不得不讲，也不要讲人家哪里做的不好，而是要讲怎么做会更好。对方一听，哎呀，欢喜接受想鼓励你，先赞叹你，慢慢再来导正你那这样就是对机而产生妙用嘛。即使有些事情人家
不了解、不懂而做错，我们也是要以同理心去善解跟婉转的提醒哦。然而，也有很好、很资深的委员呢，或据点的负责人呢，他碰到新进志工的时候，他们想要做活动嘛，要投入做活动嘛。虽然他们提供的那个活动的方法还有可议之处啦，但毕竟人家也是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他并不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啊。所以这位资深的委员或者这个当地的负责人呢，就用乐观其成的心态，鼓励这个新进志工，也感恩这个新进志工的付出。等跟这位志工结了好缘之后，慢慢再来婉转的调整啊。那这个时候就有缘说话是真理了嘛？我们有任何的建议对方也会欢喜接受啊。这个就是先求对机自然就会产生妙用啊。所以呢，不要急着去指出人家的缺失啊。换成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不是吗？所以才说要同理心嘛，对。那即使你是主管，你也是要腾得住气哦，不要操之过急啊。这个叫做事缓则圆呐。也是活生生的智慧。人群中做人处事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有时候我们只是一句善意建议的话对方都很可能听得不高兴我们是善意的建议他听得不高兴因为他只是想听你认同他的话，而不想听你建议他的话，甚至你批评他的话，那这个更反弹了。人群中就有这样的人你的话如果跟他心中所期待的不一样呢，他就很可能不高兴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所以以后我们对这样的人讲话就很小心赞叹他，鼓励他即使要讲好话，也要察言观色。所以即使是好话，如果没有看清场合跟对象，也可能把一句好话讲坏掉。叫做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所以说话是智慧，闭嘴也是智慧而智慧还有实智跟全智之分文殊师利菩萨是成佛后倒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扮演声闻缘觉的角色，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这是大圣的实智，真实的实舍利佛是在声闻缘觉的小圣道里面的教化众生的，所以他是小圣的全智，一个实一个全两人虽然都是智慧第一但境界还是不同就好像我们棒球那个职业棒球队一样，有分大联盟小联盟对，大联盟有投手，小联盟也有投手，但是两个投手的实力不一样有大小不一样对。那境界的不同处在于哪里？你知道吗？文殊菩萨呢是已成佛再来舍利佛是尚未成佛虽然境界不一样但度化众生的功力各有千秋有时候呢，师父无法度化的人弟子就可以度化各有各的机缘台湾话叫做身心安诸然后嘛，就是这个道理嘛。明明你看到这个医生是最好的但就是医不了你因为彼此无缘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同理呢，没有机缘的话，大法对你也没办法；有缘的话，一语就能惊醒梦中人甚至简单一句话，就能让对方听得很受用、很欢喜。同样的道理佛陀跟阿难度众生的能力都非常高但却有不同的角色跟方式不一样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佛陀作为宇宙大觉者他具有无上的慈悲跟智慧，他能够深入了解众生的根基跟业力，因此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会采用不同的教法。然而有些众生由于过去业力深重或尚未具备足够的因缘而无法立即接受佛陀的教化。那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佛陀度不了他，不是这样子
而是那些众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合适的因缘才能够对机啊。那阿难是佛陀的侍者因为长时间陪在佛陀身边嘛，加上他有很强的记忆力跟亲和力这样的人格特质，很容易呢亲近众生的心灵举个例子，有些众生对佛陀的无上威德会感到敬畏，但是对阿难的柔和态度跟谦逊的作风呢，却很容易接受马上打成一片换句话说，不是佛陀度不了那些众生而是众生的因缘成熟度跟根基呢，在某个时间点才会更容易接受某人的教化。阿难尊者的亲和力跟佛陀无上的智慧，都是帮助众生解脱跟觉悟的不同方式总而言之度化众生不仅仅是依赖度者的智慧跟能力还需要被度者自身的因缘具备跟心态要成熟在佛教的典故或传说中呢，阿难的慈悲心跟接触众生的方式，有时比佛陀更能打动特定的人呢。阿难的做法是强调弟子在传法跟教化中呢，必须具备善巧跟弹性的用法之道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简单分享一下阿难的故事佛陀说法20多年来没有经常随侍身边的这个侍者，都是由诸比丘轮流担任那由于阿难的女难特别多了，女难困难那个难念难女难特别多就是女人缘特别的好，而造成灾难。女人缘太好，又造成灾难了。那佛陀就想请阿难来作为他的侍者，利用这个机会让他避开跟女人的纠缠而让他能够专心修道那目犍连了解佛陀的心意之后呢，就跟舍利弗一起来劝说阿难来担任这个职位了那阿难他是以责任太重的啦，婉辞了，推辞了。那最后在2位尊者的劝导之下呢，好了，你既然要我来服侍佛陀，那我提出3个条件这个3个条件同意的，那我才要做佛陀的侍者这个3个条件也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佛陀的衣服，阿难讲佛陀的衣服无论新的旧的他都不去穿。第二，如果有信众要供养佛陀他不陪佛陀去。第三，不该见佛陀的时候他不见佛陀。那佛陀对阿难提出这3个条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欢喜赞叹阿难的这种品格知道阿难纯粹是在出于什么避嫌不要让人家讲话了才有这样的阿难才有这样的要求嘛。从此呢，阿难就成为佛陀的侍者，这样子一做27年他依止佛陀的教法修行，跟随着佛陀到各地弘法，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难的心中那年轻的阿难每天跟着佛陀，女难自然而然是少了嘛，目标转变了嘛。从此他变成佛陀跟诸比丘之间的调和者换成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秘书长了对在僧团里呢，他经常保持着谦虚、虔敬、虔诚惭愧。那不少的信众因为阿难的关系而皈依了佛教虽然阿难遇到不少的泥难但是大家对他都有非常不利的批评，泥难太多也会得到很多人的批评可是等到他要负担责任的时候他就能显出与众不同的那种成熟修养那这一段的佛教典故也很发人深省尤其是女难跟避嫌这2项令人警惕
所以师父跟弟子或老师跟学生各有度众的因缘不是大法就能度化众生小法就不行了一个成功的演说者跟成功的说法者，不是他口才很好，也不是他了解多艰深的佛法，而是他了解众生的心理需求，跟了解听者的根基这才是成功的说法者跟演讲者所以法无定法，法本无法，能对机就是妙法同理药无贵贱能治病就是良药了。吃药不用吃名牌的，要吃有效的。学佛的目的是在强调内在心地功夫的养成而不仅仅是外在仪式上或形式上的那种拜拜仪式上跟形式上的拜拜不能说不重要啦其实也可以讲不重要啦因为重要的是什么？实质上思想的匡正跟习气的改变观念不改，习气不改，你再怎么会拜，命运也改不了啦。那对菩萨来讲呢，法都是佛法，凡夫刚好相反凡夫还有分别跟执着虽然有心也有缘学佛但是呢很可能因为学佛多年还是外道什么是外道很爱行善，也很爱计较，很爱做慈济，但也很爱发脾气，说起话来令人感动，做起事来令人头痛，说起话来很感性，做起事来很任性，心无正信正念，私心妄心很重，不能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等等，诸凡不及备载这些都叫做外道了。那照这样讲起来，我们过去都很可能在外道里面现在虽然是行于菩萨道上也很有可能稍一不慎或念头一个偏差一下在正道，一下又跑到外道去了，甚至是邪道都有甚至迷航走入旁门邪道，那这个就很要命了。所谓的旁门左道旁门也是门左道也是道了只不过可惜有人走偏了除非你的功夫很厉害，你是心正气盛邪不侵正气凛然外道经典跟旁门左道的对你来讲无不是正法，哇，这个厉害，因为你的智慧高超，能够借力使力即使是外道经典他都把它当作正法一样，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得到他还可以把困难当作大力丸但是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高手又有多少人呢？那不简单了各种的道，各种的法门是无量无边大乘菩萨道所要走的路呢，所要做的事是无边无涯是无处不在无人不度没有一定的范围如果说非要怎么样才算是佛道那就已经不是佛法了，因为佛法是圆融无碍的。所以我们需清楚一个道理，就是法门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大小之别但却有先后顺序没有大小，但是有先后的顺序，这个要弄清楚。先小后大，先浅后深，先小圣再大圣先从方便门进来，再进入真实相这个叫做开权显实啦，开方便法啦，显什么？等你进来方便法进来之后，再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实法，开权显实也就是说，从方便门的大地环保提升到真实法的心地环保那这样就是从方便走入真实就是开权显实，也可以讲是隐实施权的道理啦。隐藏真实的，可是用出来的施就用出来的，它是什么？方便法，所以它是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所以佛法讲回小向大，持小目大持就是不要太重视那个小圣的啦，你要朝着大圣的目标迈进目就是羡慕的慕了这词用的非常美。持小目大，显小隐大会三归一，开三显一等等，这些都没有分大小，而是按照顺序。
从小圣到中圣，再到大圣啊，最后会三归一嘛，小圣、中圣、大圣归到一圣嘛，对。啊，我开3种方便门，最后选一个一圣真实法啊，就开3显一的。那这个一就是什么？一圣真实法，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的如来真实义啊。那这个一啊，就是万法归一啊，也就是法源，法的本源呐。那找到法脉的源头，那就是清净在源头了。那一旦头脑清楚，思维清净，那自然就会什么跳脱框架啊。这个时候用法就会如行云流水般随处自在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经常去斯里兰卡推动那个海啸过后的那个会务嘛，那就安排一位马来西亚很有访视经验的委员呢，长期待在那个地方呢，协助当地的志工做访视工作，因为那地方贫穷的人很多嘛。那这位委员跟当地的那些本土志工缘结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他也可能适应当地的生活跟环境虽然当地很贫穷落后了，但这位委员却甘之如饴了。还好他也没结婚一段时间过后呢，这位委员回来金色向圣严上人报告会务，报告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位委员向上人发心立愿，他说：“上人，我发愿下辈子要投胎到斯里兰卡。”上人回答说：“不要发这样的愿，要发愿就要发菩萨无处不在，发这种愿。现在新马两国的志工积极投入尼泊尔跟印度的这个慈善工作嘛，跟教育工作了要去翻转佛陀的故乡嘛。那也是有新加坡的志工发愿要常住在尼泊尔，一样的道理的。菩萨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地方，而是要无处不在。因为佛法是无远佛界所以格局影响结局心境影响处境不是把自己框限在某个框架里头而是要随缘自在，随境而安，无处不在，无人不度。人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叫做自在。世界上有上百种的宗教有的很正，有的很邪。但就算是邪了也是道也是路虽然一时走偏了但只要还可以走回正路，那就没事了啦但如果是迷途羔羊不知何处是归程也没有善知识的提点那很可能会江水向东流，一去不回头。我们只能心中唱着何日君再来期待总有一天等到你但是很难等因为来不及你跟他讲来不及，他却说急不来。那我就请示上人了，我也常常跟大家讲说来不及，那我请示上人就要怎么办？上人说如果你自认为急不来那就慢慢来后面接一句，看后世人有这个因缘没啦，看下辈子有没有这个因缘小因缘都稍纵即逝，何况是大因缘是不是？所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因缘稍纵即逝时间跟无常更是挡不住，再回头已百年身所以望你早归，回头是岸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法无大小，能对机就是妙法，就讲到这里那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